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啊！不要以为这句话只是用在军事上面而已哦，其实这句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很管用哦。军队要用兵跟生活要用法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用兵跟用法在理念上是有相通之处啊。以前我们常常讲嘛，兵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练。同理，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道理也是相通的啊。养兵千日才能用于一朝嘛，学佛千日也才能用于一朝啊。这两句话的道理是相通的啊，强调的都是什么？超前部署跟防范未然呐。那用兵用法是如此，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必须有料敌从宽，御敌从严的思维啊，人生才会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相反的，如果轻敌大意啊，防备松懈啊，那事情一来，只好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这样就是生活的危机啦，也会让我们的生活不安稳、不清安。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这句话呢，不是出自《论语》哦，也不是某部经典的成语，不是哦，而是我们后世的人呢整理出来的一种兵法的思维啊。那这个跟《孙子兵法》跟将帅用兵的原则是相通的，甚至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或工作中的运筹帷幄的道理啊是相通的啦。用法之前要先闻法嘛。如果我们能够法入心，也能够法入行，让佛法能够落实在生活中，那即使遭遇问题跟烦恼，还是可以胸有成竹，谈笑用兵啊，让问题跟烦恼能够在从从容容之下呢迎刃而解。相反的，如果心中没有法，而一旦问题跟烦恼出现在眼前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没法度，无法度，没有法可以度你，那就变成被猎人追逐的猎物啊！我们会变成被猎人追逐的猎物啊，会惊慌失措，四处逃窜，那苦不堪言的啦。那料敌从宽的意思是什么？评估敌人的能力可能带来的危险，要往最严重的后果去思考，去预估。不要轻敌而低估对方啊，也不要自满而高估自己啊，这是一种安全上的思维，叫做料敌从宽。那御敌从严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真正面对敌人而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呢，就要严密审慎，用心思虑，不轻敌，不松懈，不轻忽，不给对方破口，不让对方有机可乘啊，这个叫做御敌从严呐。那这样子的用兵思维跟《孙子兵法》的精神完全一致啊，跟修行要做人处事的道理也是节节相通啊。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生面对任何事情都要把最坏的可能性跟状况呢，把它预先假设清楚，先做这样子的心理准备，然后再来行动，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不能拆开。做最坏的打算并不是要我们悲观消极哦，不是这样哦，而是要我们做积极的准备。就好像我们讲，哎呀，人生无常啊，人生是苦啊，这个并不是要我们对人生充满了无奈跟消极啊，而是在提醒我们要认识生命的本质，并做好准备啊。有些人以为，做最坏的打算啊，是在想不好的事情，不是这样哦。他真正的意思是把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看得很清楚，先见之明的啊，这样才有可能把眼前的事情做得更安稳、更安心。这个是有远见的智慧，而不是悲观哦。我们举例来讲啊，台风啦、地震啦、生病啦、工作变动等等，我们当然不希望它会发生的哈。
但必须知道它有可能会来啊，有可能会发生啊。因为我们身上不能够挂没事牌啊，对，因此呢，先把该准备好的提前准备好，这个叫做积极面对，而不是消极躲避啊。那这样子的道理我们要很清楚。天有不测风云呐，人有旦夕祸福，或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2句话我们都能够朗朗上口啦，也知道它的意思了。但如果能够要切实将它的道理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跟检验在我们生命之中呢，则肯定对慧命的提升跟命运的转折呢，就很大的帮助。这个就是生命态度啊，因为观念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表现，表现则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啊。彼此之间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动啊。我有一位朋友的儿子刚入社会上班没几年因为呢无法量入为出啊，不善理财啦，经常是入不敷出啦，动辄捉襟见肘了。虽然单身一个每月去忙着摊还那些银行账单啦，即使省吃俭用，再要还清也需要2-3年了，因此生活状况一直难以获得改善。然而幸运的是，他跟父母住在一起，至少还可以节省一笔租屋的费用嘛。那有一天呢，我这位朋友就带他这个儿子来见我那这位儿子跟我说了虽然目前的房价居高不下啦，但是他说他很有信心准备用贷款的方式呢买一间公寓然后把它租出去，把所收的租金拿来缴还房屋贷款他甚至很乐观认为说，几年后如果房价上涨的话呢，我再将房子卖掉这样我就可以赚一笔钱了但那为这样的事情呢他大家参考我的意见呢。其实很多人现在是在做这样的投资嘛，那我跟他分析的依您目前的财务状况，应该先求平安而不是天福寿先求立于不败之地，才有迈向成功的机会啦。对，而成功没有捷径也不能取巧必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先努力还清债务，才会无债一身轻这样生活才会清安，没有压力我说你这个时候买房子就好像什么以债养债就好像雪上加霜生活已经这么拮据了，你还要再去做超出自己能力所及之事，何苦来哉呢？台湾话讲了，家都没还会怕官对不对所以我跟他讲说，做人要懂得识时务了解目前对自己的状况因为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进退者为英雄也要清楚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要知道自己的能耐到什么程度不要自不量力，去做超出能力之外的事情，这样就是好高骛远我说你账单已经还得够辛苦了，你还要再去买屋增加负担，这个是庸人自扰我婉转的提醒他了，理想归理想但是不怕1万只怕万一万一什么？万一租金下跌啦，万一房贷利息提高啦，万一租不出去啦，万一房贷缴不下去啦，万一房价大跌啦，等等，这个绝不是负面思维，而是料敌从宽，御敌从严的安全思维现在我们台北市的一些大楼、大坪数的店面本来租给银行的啦，或者是大公司的现在租金全面下跌嘞，有些甚至租不出去也卖不出去要降价卖这个不是预估是现况一些靠这种方式在投资的一些人，现在是叫苦连天所以经验告诉我们人生有许多事情是人算不如天算千金难买早知道，世事无常难预料
要万全，就要为万一做准备。这个就是料敌从宽呐，也就是做最坏打算了。佛家讲无常观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人都要懂得依自己的情势条件，客观去衡量对危机有多少应变的能力啊，去开创出一条自己可以走的康庄大道啊。有万全的准备，才能够胸有成竹嘛，处变不惊嘛。有长远的考虑，才会思虑周全，避免后患。这样就是御敌从宽呢。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是这个意思嘛。对，要想得很远。1996年呢，我在马来西亚要投资红砖厂啊，那个时候景气大好啊。1996年呢，建筑业一片欣欣向荣。那一粒红砖只赚台币1块钱而已，但是一个生产线一个月可以生产700万粒啊，红砖啊，这样一个月就净赚台币700万哦，扣掉200万的费用，至少每个月净赚现金台币500万呢，可以说是稳赚了，稳谈呢。后来我请示上人了，上人跟我说啊，做砖厂啊，也要砍伐森林啊，这是破坏大地，是造不善之因啊，这种行业不要做啦。我听了下去，我听了之后，我依教奉行，没有去做。如果做下去，也就是隔年呢，1997年呢，刚好碰到亚洲金融风暴，红砖变垃圾，机器变废铁，我死的刚好恰逢其时啊，膝盖就拄好那个时候就温谈变温戏，稳赚变稳死啊。因为现在的建筑工法已经不太用传统的红砖的啦，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混凝土钢筋啊，钢构啦，为的是什么？加强防震跟防风嘛。所以，我这个例子也是一种警惕啊。人生要走得顺，就要稳扎稳打，一步一脚印，凡事都要做最坏的打算，并且做最坏的准备啊。有用心准备的过程，机会才会留给准备好的人啊。但是如果凡事只会做最坏的打算，负面思维啊，很悲观啊，但却不去做最好的准备，变成自己吓自己哦。凡事都想到坏处了，这样也不行，这是消极的人生观啊，会摧残自己的信心啊。所以过犹不及跟中庸之道都很重要啊。最后我就跟这个朋友的儿子说了，如果你有钱没地方花，那以上我跟你谈的就不是问题了，对你来讲不是问题的，你钱太多了啦。他虽然频频点头同意我的分析啊，但我自己自忖啊，要在一夜之间以一席谈话去改变一个人的观念，这是谈何容易啊！除非他是立根器者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否则的话，我只能够祝福他啦，对不对？有先见之明的人呢，比较会有敏锐的观察力啊，去预先发掘问题的观察力跟洞察力的啊，并且去分析问题，进而预先采取措施防范问题啊。即使问题还是发生了他仍然可以用应变力去化解问题啊。万一问题还是无法化解、无法解决，他甚至还可以用转念的功夫呢，让心离境啊，至少不被问题缠身啊。这样才是先知先觉啦，也才是有功夫的人呐。然而有时候问题能否获得解决，跟我们的能力实力无关哦，条件太多了，而是跟我们的业力跟关系息息相关哦。不是你能力实力好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人缘结得很好，每在关键时刻就贵人出现，适时助他一臂之力啊，这样问题还是获得解决啦。那要有这样的贵人，你就要先懂得广结善缘啊，否则贵人从哪里来？这个就好像森林里面那个泰山啊，以前不是有泰山的影片吗？对不对？泰山无论他体力多好，他也比不过大象啦。
它速度再怎么快也比不过狮子啦，它灵敏度再好也比不过猴子啦。然而泰山只要喊一声“哦呦”，哎，动物就是从四面八方涌入了，前来协助泰山了。所以泰山靠的不是体力或者武力，是关系呀。以佛法角度来解析的，这个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拉关系，不是哦，跟动物拉关系，跟人拉关系，不是，或者攀援啊，这个不是，而是与众生广结善缘。因为广结善缘的人呢，命中才会多贵人呐。做什么事都好，宁愿多提前一点，多思考一点，多准备一点，这样超前部署，未雨绸缪，绝对是有利无弊的，不会吃亏的啦。因为有备无患嘛，那无备就有患啊，不是吗？要先想到世事无常难预料，总会有困难或意外的情况产生，那这个就要有先见之明啊。要预先考虑到例如说早上出门要上班，那你就要预估，可能会上班时间碰到塞车哦，这个就是料敌从宽嘛，对，因为担心会塞车，所以宁愿提早出门有这个提早出门的动作叫做御敌从严，这样解释大家很清楚了，对。那这句话把它用在人际关系也是通了。讲话的时候要先预想到对方听话的人会不会因为太敏感而有不同的反应或解读呢？或误解呢？有这样的预先设想，也可以说是一种料敌从宽呐。能够预先设想之后，接下来讲话就要用心讲讲话不要轻佻尤其学佛的人更不能戏论佛法，也就是说不能拿佛法来开玩笑要谨言慎行让别人对我们所说的话不会有错误的解读产生这个就叫做御敌从严同样的道理景气不好的时候，我们能够预估，这一波经济低迷可能会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样会造成赚钱越来越不容易甚至会让我们收入减少。那有这样子的思虑跟警觉性，也可以叫做是料敌从宽那因为有这样子的警觉跟警惕嘛，那才会开始化为行动量入为出，节省开销，让生活简朴一点。那采取这样的行动来防范未然，这样就叫做御敌从严再举一个例子，大家更明白。工程师在设计建筑物的时候，会假设未来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强烈地震甚至比历史有过的记录还要更重更严重这样就是在预估最坏的状况，把地震这个敌人估计的更强大。那这样子的一个预估就是料敌从宽那料敌从宽之后，施工的时候就会采取更高规格的安全系数用更多的钢筋、更强的结构、更好的耐震工法，让房子即使遇到超过预期的这个地震的时候呢，也能够安全过关不会轻易倒塌这就是把危险看得更宽，把自己的准备看得更严，做得更严。20多年前那时候1999年嘛，台湾不是921大地震吗？那台北的新店慈济医院那时候刚好开始动工那大地震过后呢，正言上人立即指示停工，重新设计耐震结构了那个时候不只是慈济医院连灾区的51所慈济认领的学校，重建的工程学校，全部改为什么工字铁加钢筋超强结构让每一间学校都是未来的避难所。慈济医院未来即使遭逢大地震的时候，进行一半的手术也不受影响可以继续工作这就是典型的料敌从宽，御敌从严也是一种慈悲的智慧正言上人从一场大地震看见更大的风险，立即意识到一个921大地震可以让2400多人的亡生造成那么多的建筑物倒塌那未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强、更不可预期的震度有可能其实也不只是正言上人意识到这样的风险我们台湾的政府
从此加严了建筑法规的耐震强度的规范了。所以从2024年4月3号不是花莲发生大地震吗？同样是瑞士规模7.3哦，这次花莲的灾情就没有当年921那么严重了。这个是料敌从宽、御敌从严最好的例子啊。同样的道理啊，现在是末法时期啊，各种的天灾人祸、战争、瘟疫等等层出不穷啊，而且规模更大、更具摧毁的力量。因此，政府跟民间团体的救灾思维也一直在提升呢。从以前的发生灾难之后的救灾，提升到现在灾难还没发生之前，就提早做好防灾、减灾、备灾等等的超前部署啊，期望能够什么大灾变小灾，小灾变无灾了。这个就是料敌从宽、御敌从严的居安思危。那延伸到人生的道理，不但不例外，甚至更胜于此啊！人生的变化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快啊！例如健康、环境、人事等等，都可能突然改变。能想到最坏，就不会被吓到了，或措手不及了。这不是悲观或消极的心理，而是积极面对生命真相的觉醒。也因此才说，人类的灾难跟人生的无常，用一句英文来讲就是 too late， 换成中文叫做来不及。什么来不及？对无常的认识来不及，跟对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来不及了。福到用时方恨少了，临时抱佛脚了。所以面对人生的无常，也是要料敌从宽啊，把握当下，行善布施，修福修慧。那这样化为行动，就是御敌从宽了御敌从严，对不对？御敌从严，也就是在抵御这个无常的敌人，不让他来侵袭我们、伤害我们。那现在是快捷时期啊，天灾人祸不断，人类避不了灾，至少也要能够做到减灾。即使定业难转或劫数难逃啊，但至少也要能够做到众业轻报，轻业化无嘛。轻报化无嘛，让伤害降到最低嘛，是吧？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